受够了，我要分手。说真的，你是不是和我一样，也和拖延这个朋友难分难舍？想象一下，现在正看着待办清单，看着行事历，看着看着，我先喝一下咖啡好了。我刚刚好像还有个讯息还没有回，又滑了手机。结果每次到了最后一秒，你就被时间追着跑，压力山大，手忙脚乱，然后一边对自己说，抱怨自己，我怎么每次搞成这样，受够了吗？放心，其实你并不孤单，因为有太多人跟你一样，我也是。拖延症呢，就是这么狡猾，常常让我们觉得等一下再说吧，会掉进等一下再说这个陷阱。但今天呢，我会跟你分享拖延症背后的真相，我也会跟你分享10个关键秘诀，特别是最后一个特别重要，所以你一定要留到最后，让你不再被拖延症牵着鼻子走，重新拿回生活的主导权，成为行动力满满的行动力者。今天就和我一起挥别拖延，跟拖延分手，重新拿回生活的主导权，成为活力满满、行动力满满的自己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丽娜，我已经专注在灵性学习有4年多的时间。过去我协助超过500位同修重新找回内在的力量，疗愈他们的内在小孩。今天呢，我想要来跟你分享更多关于灵性方面的知识还有技巧。如果你也喜欢灵性，喜欢学习成长，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。在我们分享解决拖延的方法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拖延带来的负面影响。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拖延症呢，其实已经严重到影响我们的生活。它有很严重的4大负面影响。第一个呢，它是增加了我们的压力还有焦虑症。拖延呢，常常会让你陷入一种最后一刻很匆忙，而这种压力啊情绪会让我们喘不过气，其实呢甚至会影响我们的睡眠。想象一下，明天要交报告，结果你晚上才开始准备，结果整晚都睡不着觉，睡觉的时候还满满都是报告的内容，哇！所以隔天起来腰酸背痛头疼，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的面对它处理它。第二个负面影响是因为拖延呢，总是让我们浪费了很多的宝贵的时间，特别是我们明明可以高效率的完成工作的时刻，我们却没有办法按时完成，我们常常会在内耗中度过。其实时间是宇宙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，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善用每一刻，错过了它就等于浪费了宇宙给我们的资源，也影响了我们的能量流动。那第3个是影响我们的自信心。其实呢，长期拖延会让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，总是觉得自己做不到，为什么每次都是一拖再拖，然后拖到最后感觉很失败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恶性循环。你是否呢会因为一次次拖延开始觉得自己我不行，我不可以，导致下一次更不敢行动呢？然后第4个，影响人际关系，因为拖延不仅影响到自己，有时候还会让别人对我们失望，有时候没有办法及时完成我们的承诺，完成我们的工作，所以可能影响别人对我们的信任，对我们的观感，对我们的想法，或者影响我们的家庭关系。平常我们和其他人的交流其实需要一个相信和信任，但是我们却因为我们的拖延破坏了这些关系，还有破坏别人对我们的信任，所以开始行动吧。我们现在知道了拖延的影响，是时候来开始学10个技巧，让我们赶快行动，突破拖延的问题，跟他分手吧。第一个，我们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个奖励和惩罚机制，给自己设置一个完成任务的一个奖励，哪怕是看一集我最喜欢的剧，然后呢，如果没有完成的惩罚，可能就是少喝1杯咖啡，少喝1次奶茶。其实呢，惩罚和奖励
都是跟我们自己做一个能量交换，帮助我们自己尊重对自己的承诺，还有和自己的约定。第二个，建立仪式感，启动行动力。在我们要开始工作之前，其实我们可以一个小小的工作仪式，譬如说我先要开始工作之前，我可以点一个香香的精油蜡烛，或者是我冥想3分钟，切换到一个专注状态。举例来说，像我自己要拍影片之前，我就会深呼吸3次，告诉我自己，我现在是为了要分享更多的爱，更多的能量，所以这个时间我要专注，要集中，我要快速的完成这个工作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仪式感。第三个是拆解目标，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心理压力，透过拆解目标。例如我3天后要完成一份报告，我的压力很大，我可以拆成我今天写500字，明天写500字，后天写500字，3天我就完成了，对吗？我也可以把大目标分成几个小步骤，譬如说整份报告我分成整理资料、写提纲，然后开始写第1段。所以呢，其实不管任何的一个小步骤，都是我们对自己的信任。我们只要每走一步，就是更接近终点了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第4个，找到属于你的黄金时段，根据自己的精力、能量流动的时刻，我们可以安排我们的工作。例如呢，有些人在早晨的时段，他非常的精力充沛，所以他可以利用这个时候完成重要的任务。下午呢，有时候吃饱饭、昏昏欲睡，就可以做一些琐事。那每一个人的时间不一样的，所以可以选择把自己最好的精力留在处理最重要的工作。所以其实可以观察自己精力的状态，什么时候自己可以最集中精神、最有活力、最全神贯注，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时间集中在这个时间段，完成当天最重要的任务。例如我可能是夜猫子，所以我并不一定会跟别人一样一定要早睡早起，因为每一个人的生物规律、生物时段是不一样的。第5个，运用番茄时钟。每次要专注工作的时间呢，我们可以设定一个25分钟的一个时间，然后呢再休息5分钟，利用这个次序，每工作25分钟休息5分钟，工作25分钟休息5分钟，重复几轮，让任务更容易完成。我自己常常就用番茄钟的方法来写我的 YouTube 稿，每完成25分钟，我就去休息5分钟，然后呢再喝一杯咖啡，重新开始，增加我的仪式感。而第6个，运用2分钟法则。2分钟法则呢，就是这个任务很简单，我能在2分钟之内完成，那我就开始吧。譬如说我只是回一封 email， 2分钟可以处理好， OK， 我现在马上开始。或者我洗一个杯子，洗2个盘子，2分钟可以完成， OK， 我现在马上做。所以呢，其实任何的小行动都可以马上解决当下的问题，但是累积起来了，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个很大的改变。而第7个是倒数计时法。有一件事情我很不想做，我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短短的时间，大概是20分钟。当自己设定一个短短的时间，譬如20分钟，告诉自己我先做20分钟就可以了，时间到我再来决定我要不要继续这个任务。其实呢，常常我们倒数20分钟的时候，可以帮我们的能量聚焦，帮助我们进入心流状态。有时候我们以为20分钟就有不自觉，我们竟然可能做了50分钟、1个小时，还欲罢不能。第8个5秒行动法。当我有个行动、有个想法的时候，倒数5秒内马上开始，告诉自己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吧。这个非常容易，可以让我们避免犹豫，避免拖延。其实我自己可能是我想赖床的时候，我就数5秒，或者是我想要灵性练习，我想要冲冷水澡，但是很害怕，我就数，不管，我就要开始5、4、3、2、1，冷水一开，哇就可以了。然后有可能我想要看一本书，我也是用5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翻开，先读第1页吧。只要有开始就会有后续。那也有可能呢，我现在想要出门去运动，倒数5秒 OK， 立马出门去穿上鞋子就可以开始了。因为当我穿着鞋子站起来出门就成功了，因为我已经踏出了成功的第1步。第9个，运用时间的4象限法则。我们需要分清任务的优先等级，把任务分成4个象限，分别是重要且紧急、重要但不紧急、不重要但紧急、不紧急也不重要。我们平常呢最需要做的事情，其实最核心的部分是
重要但不紧急的这个工作，所以只要可以，我们要聚焦在重要但不紧急的工作，避免浪费时间，让我们长期可以更有成效。清晰就是力量，让我们清晰的找到我们的目标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更优先有效的完成我们的任务。第10个最重要的一个，觉察拖延的根本原因，问自己，我一直不断拖延的原因是为什么呢？是我恐惧失败，还是因为我完美主义？其实常常我们都是因为完美主义，但是千万要记得，我们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，我们要开始了才会很厉害。分享我自己拍 YouTube 影片的例子，其实我也是拖延了很久，但是因为完美主义作祟，我永远不满意。终于我看明白了，我想清楚了，没有完美的一天，我选择了接纳，我选择了顺流，我选择接受来自宇宙的讯息。所以今天在这里和你分享，你也要开始了吗？我们可以透过冥想，透过静心，释放我们内心的压力，跟宇宙连结，去找到我们心中的原因，面对它，找回心中的力量还有勇气。我们可以释放这些负面情绪之后，跟高我连接，找回我们内心的行动力吧。其实呢，有时候拖延是内心一段漫长的对话，非常的内耗。只要我们可以面对它，解决它，可以诚实的面对自己，然后就可以放下它。所以拖延是不是让你也感到很痛苦呢？它不仅是增加压力、降低效率，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。所以今天开始吧，让我们看见它，接纳它，然后转化它，开始行动吧。因为拖延可以破解的。透过今天我跟你分享的10个秘诀，快找到属于适合自己的节奏，让行动开始吧。让我们的行动跟灵魂对齐，相信你可以一步步突破行动障碍，找回生活的掌控力。如果你也曾经面对拖延，感觉到非常的痛苦，那今天的内容是不是对你有所帮助、有所启发呢？在留言区告诉我吧。哪一个方法是你最想要开始尝试的呢？你也可以分享你的拖延故事对你造成了什么影响呢？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方法，然后呢，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，为我们一起付出的时间点个赞吧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帮助到你，也可以帮助到你的朋友，欢迎记得转发，增加你的好业力哦。我是阿丽娜，让我们一起在爱与光中相遇。